这一子心乱，请我来是有事要说吧？老师，近日听闻洛神族遇到一些问题，你想帮？大千世界，万族林立，五大古族、四大神族等顶尖势力互相制衡。一族凋零，或是失了气运，或是被其他族算计所致。洛神族和血神族相争万年，终会有胜负。古神落，万族兴，这背后牵扯的太多了。我初入大千世界时，洛天神曾与我有恩，还望老师指个方向。你的身份不合适。多谢老师指点，心中已有人选。那丫头倒是和洛族长的孙女走得颇近。据说这次狩猎战的奖励是历史之最，难度还是历史之最呢？哼，难才能彰显实力。学院狩猎战就是天榜排名的基准。此次狩猎赛，希望大家都能得到灵光灌顶，在即将到来的灵院大赛上守护北苍荣耀。灵院大赛的成绩决定五大灵院名额的归属。上一届我们的成绩垫底，能否保住五大灵院的名头，就要看你们这一次了。我们有沈苍生，还有一众天榜奇才，一定不会输的。哼，其他灵院就没有天才了吗？这些年，我们有不少天赋绝伦的学生，陨于世仇龙魔宫之手。如若不然，我们也不会在灵院大赛上失利。北苍学院历苑千载，历经磨难无数，但无论何种困难，我北苍弟子从未畏惧，始终坚守北苍荣耀，守护北苍荣耀。另外，咱们学院的守护神北冥龙坤大人将亲自为此次狩猎战表现优异者进行灵光灌顶。北冥大人亲自灌顶，肯定比灵鹿的灌顶更强。这个机会，我一定要拿到。竞争者无论多少，只有你才配得上成为我的对手。先想想怎么得到足够的灵晶，获得挑战刑殿三大将的资格吧。狩猎战正式开始。此番灵光界中，不仅灵兽数量大大增加，还有一头携带巨量灵晶的灵王。夺取灵晶数量前3者，有资格挑战刑殿三大将。若挑战失败，则全员失去灵光灌顶的机会。果然是随机穿梭。先去和洛离会合。臭丫头，告诉我牧尘的
方位。休想得到洛神会的定位方式！我不是说……别那么粗暴嘛，大不了再抓一个洛神会的，总会有软骨头。嗯。何妖，你想干什么？洛离，你什么意思？我们只是和笋儿开个玩笑。就是，你为何下如此狠手？哼，若非我及时赶到，笋儿已遭毒手。怎么，伤了我们的人还想离开？除非牧尘过来替你磕头认错，此事我便不再计较。狩猎战无法抢夺他人灵剑，何妖不去争分夺秒，反而……哼，先拿下再说。我倒要看看带着这个拖油瓶，你怎么全身而退。不想毒发身亡，就乖乖束手就擒。放心，等牧尘到了，就放了你。冥顽不灵！追！何妖竟然敢如此明目张胆的下重手，难道不怕学院怪罪吗？他们找牧尘，到底要做什么？怎么，谋杀亲夫啊？怎么这么多？可曾封解药？没事，我已经服用了避毒丹了。看起来此毒凶猛，还要是解药对症才行。这个伤口，等等，你别意气用事。何妖的账，等狩猎战结束后，我自会向他讨回。眼下还是抓紧搜集灵晶，争取拿到灵光灌顶。牧尘，我不想你错过这次机会，而且我感觉何妖真正……明知道是设计，我还是要这样做，就如当时在灵路那般。万事小心。你照顾好笋儿，
其他交给我就好。一群废物，一群人追不上一个受伤的娘们儿。血要交出来！圣主来了，上！若离姐姐，我们还是不要出去了吧。沐尘哥哥若是知道我们不听话，会生气的。起跳！有本事就自己来拿。真不明白，那圣灵院为何如此在意？原来你早和圣灵院暗中勾结，你这般作为，不怕被学院开除吗？正合我意。他如今已是五大院中垫底的存在，修炼资源简直少得可怜。既然如此，我何不奔赴更广阔的天地？可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无耻！哼，无耻！作为修炼者，我们的目标不正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境界吗？强者为尊的圣灵院相比，北苍的理念简直就像笑话。什么守护北苍荣耀，什么为他人牺牲，这些不过都是实力弱小的借口。正是因为有这样天真的想法，才会让北苍的地位岌岌可危。而你，臣，就是我加入圣灵院的投名状。那领路的老对手，让我向你问好。继续。雨落，苍穹。沐尘哥哥，这还真是无药可救。鹤妖，大圣死了，无害堕地，不阻外人。雷神体，不可能！沈苍生都未能练成雷神体，你怎么可能？好强大的圣诀！叛徒，尽全受死！牧尘，没有资格审判我！你以为练成了雷神体就能杀了我？告诉你，今天决定一切，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半步天地。是吗？
定了！恶神呀！这丫头，爹！石刚，爹，潇潇，你不是答应你娘突破后才出关的吗？整天修炼太无聊了嘛，一直突破来突破去的，也不知打谁用，是不是啊，师公？对了，您上次答应我的天灵丹呢？潇潇，没大没小。好孩子，师公这就给你去弄。小爷，切记，不留因果，不落算计。爹，师公每次见我就跑。你呀，都快把师公的家底掏空了。小气，留着家底干嘛？不就是要给孩子们花吗？哎，爹，你和师公说什么呢？说要给你一件好玩的任务。真的，爹你太好了，我早都想出去大展身手了。无道至尊不可出关，否则让你爹关你3年，不得走出无尽火域。哎，这不是快到了吗？快去吧，你娘的性子你也知道。哼，还是徐二娘疼我。鹤妖死了，没想到鹤妖竟是个叛徒。要是没了鹤妖，谁能和沈苍生、李玄同他们去挑战刑殿3大将？听说了吗？苏轩和徐晃挑战灵王受伤了，高手就剩2个了，那怎么办？难道今年要白忙一场？这不是还有牧尘吗？时间所剩无几，牧尘的灵晶数量还垫底呢，他都没有挑战资格呀。我会抓紧调查，看看这背后到底是不是圣灵院的意思。浪费功夫，留下活口他们都不会承认的，何况现在还死无对证。圣灵院如此针对，难道我们就不想办法吗？大千世界，弱肉强食，胡闹没用，讲理没用，实力才是硬道理。对，所以这次为新生灵光灌顶的机会尤为重要。想要保住咱们北仓在5大院的名头，下次灵院大赛就必须挤进前3。鹤妖身死，苏轩受伤，眼下也就牧尘那小子有点希望。牧尘确实有对战3大将的实力，但他的灵晶不够，不如挑战赛的规则不容变更。老样子，真是死脑筋。灵院大赛时，规则可不会为任何人做改变。能不能获得这个机会，还要看牧尘自己。你们呐，可不要小瞧了那个小家伙。
怪不得何妖指明要找你，原来他背后竟然是姬玄。等到陵园大赛，我一定会跟他了结所有恩怨。此毒基本已经驱散，你现在感觉如何？怎么了？好些了，只是想起当初灵路，你也是如现在这般。当初你可还想杀了我呢？那时觉得对你有好感会让我分心。怎么，现在就不怕分心了？没个正形。放心，我能追到前3局。可时间已经不多了。还有一个办法。灵王。全队快撤！应该没有大碍，稍作休息就行。多谢。感谢2位出手相救，看来你们也有相同的打算。不过我奉劝2位打消这个念头，这灵王恐怕有通天境后期的实力，非我等所能对抗。放心，我们自有分寸。这灵王可比何妖还要强上许多。我在雷域不仅获得了雷神体，实力也提升到了化天境，我们有赢的机会。这灵王为何有优势也不追击呢？洞里有蚊帐，这灵王聪明得很，很难让他远离洞口。我有办法。难怪那灵王打死不挪我，原来他在地下藏了这么多宝贝。这么多灵晶，足够你到前3，获取挑战3大将的资格了。尽量多吸收灵晶。
皮膏药，怕是甩不开了。那就合力解决掉它。莫离，他去招惹灵王干什么？等等，牧尘是在布置灵阵，沉住气，我们贸然出手会打乱他们的节奏。4级灵阵，不对，去。最后一关有些希望了。刚刚怎么回事？居然能瞬间凝聚5级妖炼阵！看来这次挑战赛也没那么枯燥。姐姐，你的伤势怎么样了？放心吧，已无大碍。你看，牧尘获得了第3个挑战刑殿3将的资格。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他已经成长到了这个地步。看来这次灵光灌顶有希望了。是啊，牧尘他们要是能战胜3大将的话，我们全院都能受益。快看，牧尘获得了最后1个名额。哦，这小子有点东西啊！只要修炼得当，我也能拿到挑战3将的资格。嗨，你口气不小，斩杀灵王你做得到吗？
沈苍生，加油！沐尘，首先恭喜你成功斩杀了灵王，拿到了挑战刑殿3大将的资格，但这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有些重要的事和你商量，跟我们来吧。沐尘，狩猎战的终点，胜负在此一决。我们即将要挑战的人，都是北苍学院的天骄。古天炎被称为北苍学院的战斗狂人，天炎神诀，望之便让人丧胆。周青山的不败神诀，乃大千世界的奇功，同境界未曾一败。实力最强的林征学长，更是曾经的天榜第一。我二人能勉强做到不输，最后的关键就要落在你身上。落在平时也还好。眼下北苍学院在灵院大赛中的名次，决定了北苍的未来。如果这次学员们不能拿到灵光灌顶，灵院大赛我们就输在起跑线上了。2位学长放心，我定全力以赴。如果压力太大，你可以放弃这个位置，毕竟你只是一个新生，不丢人。后妖的叛变背后有姬玄的操作，我和姬玄既有新仇，又有旧恨。灵元大赛上，我要和他做个了结。此一战，于公于私，我都要全力以赴。以沐尘斩鹤妖杀灵王所展现的能力上看，我们获胜的希望非常大。沐尘，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记住。修炼完了，休息一下，陪我去营地转转吧。走吧，陪你逛个够。这里都是卖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些没有获得挑战资格的人，手中的灵晶主要是为了灌顶，不过也可以在这里和其他学员交换一些心仪的东西。让你陪我，会不会耽误你修炼啊？明明是你在陪我啊。其实这一战对你太重要了，既要拿回灵路失去的灌顶，又要背负这一届整个北苍学院的期望。沐尘，上次多谢了。沐尘，我们的灵光灌顶就靠你了，你可得加油哦！相信能行的，你是我们的希望之星。此战我一定全力以赴。背负的是挺多，不过就算只为你一人，我也一定会赢。走了。哎呦，这不是最强新生沐尘吗？快看看有什么东西能用上的，让他助你打败3大将。哎，2位好眼力啊！这石头虽长得不起眼，能力可了不得。这是我祖爷爷当年在上古遗迹这东西怎么办？啊？200万。走吧。100万。不，50万，20万不能少啊！20万，你怎么不去抢啊？卖的太贵了，成交。你都不知道那石头是什么，就花那么多钱给我买？因为你想要啊，但我也不能任他瞎报价。不过，能20万拿下，也真是捡了便宜了。这是锻造神石，用以解除洛神剑上的第1道封印。爷爷在剑上设置了3层封印，我必须逐一解开，才能真正继承家族的重任。但每解开1道封印，离我回归洛神族的日子也越来越近。我绝不允许你独自面对家族的重压，所以我会不断变强，直到我有足够的力量来守护你。守护？
那我们约定，你一定会一直守护在我身边。撒谎的人切手指，拉钩立誓。我真的能够承担起洛神族的重任吗？众生如枷锁，困住誓言，血里迷茫挣扎深渊，血脉沸腾，冰霜蔓延，魂魄烈火中淬炼，乾坤撕裂，乾坤冰冷的锁链，蓝蓝锋芒，望眼最后的预言，风雪尽头。解开所有封印，配上洛神族守护者的身份。这是我必须完成的责任。只解开一层封印，就有这么强大的气场。没事吧？这洛神剑毕竟是我族内的神器。都说物似主人形，所以你也会推开我喽？我嘛，自然是。开始了！沈苍生，好久不见。是啊，学长，记得我们交手几十次，输赢各半。若不是你进入了刑殿，不再入榜，我恐怕难夺第一。这次让我看看，你长进了多少。此战虽关系到整个灵院学园的灌顶，但我三人职责所在，不会放水。他就是你这次的对手。放水的胜利我们不喜欢，尽管施展全力吧。你就是李玄通吧？久闻周青山学长的不败神诀，未尝败绩，可敢和我李玄通打这第一场？不欺负你，10招之内，只要你能攻击到我，这关就算你赢。口气不小，请赐教。怎么，怕了不敢出手吗？仅凭试探是看不穿我的，是吗？那便让我再探几分。还剩7招，你可还有什么后招？这我全力以赴，你当真能接下？不妨放手一试。不过，你已经没有胜算了。
所谓10招就算赢，看似占了便宜，但实际上周青山的打法正是如此，将对手推入无尽幻境。视觉被封住的感觉如何？那又如何？只会让我更加专注于内心的建造。接下来是嗅觉和味觉。留给你的感官已经不多了，虽然你已经听不到了。结束了，你的触觉也没了。那就让我用最后一招，见证一下你的不败神诀是否真的无懈可击。最后一招，不会有什么意外了。万物相生相克，无下则无上。声音在五行中属金，位于西方；绝属木，位于东方；直属火，位于南方；鱼属水，位于北方；弓属土，位于中央。五行顺转，万物重生。破！不错，你赢了。承让，周青山学长。自从进入刑殿后，我一直怀念我们几次战斗的日子。不知道你的刀是否如昔日般锐利？那便试试。你的枪呢？速不错，别欠救。不愧是北苍第一支线的战斗，学弟，应该不会这么轻易就败了吧？谁胜谁负还不好说呢。这小子的拳法又精进了，没精神。想把他抓到他。只能求生，能求胜。听，是现在。好啊，沈苍生，已经学会了变通，连我也被你算计了。我认输。多谢学长留情，让我左臂只受了轻伤。输了就是输了。沈苍生，你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北苍第一。不愧是北苍第一，干得漂亮，赢了！太棒了，还差一场就可以端顶了。好了。接下来，交给我吧。
说你是新生，请赐教。倒是有几分勇气，不过这实力又如何呢？要对付古天言，千万不要硬拼，避免正面交锋。我的性子，学长判断的不错，硬拼我不是对手。好狂暴的功法。古天言的功法就如同他的性格一般，所以他并不喜欢沐尘这种战斗方式。看你这想怎么躲！你只是新生罢了，只会躲闪。怎么敢堂堂正正的正面应战？谢谢。接下来，只要短时间无法解决战斗，以他的性子，极大概率会要求沐尘一招决胜负。只要沐尘依计而行，最后以雷神体挡下这招，便可取胜。今后你若遇见强敌，身后有需要守护的朋友亲人，你也曾今日这样躲开吗？好。沐尘的打法改变了。输了，大家都加油啊！加油，沐尘，加油啊！当年他被逐出灵路，已经是最好的结局。若不是我北苍灵院用名义保下沐尘，他恐怕早已被圣灵院抹杀。沐尘若是输了这场比斗，他就真的如了某些人的愿了。沐尘哥哥，不要输！沐尘，沈苍生学长一直躲闪，挨打，也不是我的性格。这稍微有点意思。这就不行了，小姑父他们了。如果只有这些实力，放弃，罪人吧！罪人，中途退役，辜负期待，谋
受非议。这些队，我早就尝过了。痛快！现在就释放了雷神体，最后一招他将如何应对？猜到你们那点心思，不就是想逼我用绝招跟你一招定胜负？学长，请赐教。你刚才的雷神体的确不错，若是以刚才的姿态，倒是有一丝胜算。只可惜学长，请赐教。你小子的实力确实配得上我的最强一招，若接得下，算我说有何妨。虽然如同庆王立下了一招之约，但牧尘已然没了胜算。此战是我们输。我相信牧尘不会轻易做没有把握的事。也快！10成实力，绝不放水。这就是男人之间的约定。火油，你也不好好管管，哼！我看你就是不想让这些学员灵光灌顶。这是男人之间的约定，你看他。朱天，你也要相信这一届的学生啊。臣，现在躲开还来得及。学长，我有必须要守护的人。好小子！守护好货体，要为大家争取灵光冠顶，超越还未超越，包括自己。神心圣经，玄武神印，别抽吧！天眼死敌！战得痛快，你接下了这一击。小子，厉害！若是学长还没尽兴，那便再来。哈哈哈哈！好小子，你不累我还累了呢。此战我认输，你们赢了。认输了，赢了，不是做梦。他不是做梦，不是做梦。赢了，我们赢了，赢了！狩猎战是一场宁死不屈的战斗。
是一场舍己为人的守护，是一场执着拼搏的较量，是一场技艺精湛的博弈，更是一场忍辱负重的觉醒。狩猎战是北苍学院超越自我、捍卫荣耀的证明。今日，你们以战魂之姿，让北苍的名字响彻天地。北苍陵院屹立千年，不因外敌动摇，不因时光流逝。牧尘、沈苍生、李玄通，今天以你们3人为代表，延续了这份意志的活着。这份荣耀属于你们，更属于每一位为此付出过的先辈。今天以北苍意志为证，我宣布，此届狩猎战圆满落幕。意志传承，北苍永存。你们先行回去调整，3日后准备接受灵光灌顶。我先带他回去了。你喜欢他呀？想来是没机会喽。喂，你，哎，算了，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等灵光灌顶后，我要猎杀魔龙子，还是你我同行，组队干点正事儿吧。让你担心了，对不起。你也太拼命了。灵鹿，我没能陪你到最后，至少这次可以补偿你。你这么拼命，就算补偿我了。我万里迢迢来北苍陵院，可不是要看你怎么补偿我的。陆离，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你以后不许这样。不许？哪样？不许再这么拼命。如果你总是这样，总是这样，我就……傻瓜，放心吧，我也会保护你，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大哥哥，你是来找洛离姐姐的吗？昨晚洛离姐姐一直陪着沐尘哥哥，直到现在还在沐尘哥哥房间里休息呢。是谁给人道别不成，自己反倒成了落寞的那个？没什么，只不过有些事情我想的太简单了。感情的事就别多想了，心里不痛快的话，猎杀魔龙子的时候拿他发泄一下吧。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找到自己该走的路，别让这些事束缚住了你。沈苍生，有时候我真羡慕你这种洒脱。
沐尘，沐尘，该醒了。我准备再度雷劫。自从你凑齐了70万灵值换得金血后，我便封闭感知修炼，专心准备渡劫。怪不得这段时间你一直没有动静。要不是你跟那狂傲小子的一战，我也不会被吵醒。赢得还真是辛苦哦。确实有些麻烦。比斗罢了，用不着我出手吧？更何况秃头老儿教你的雷神体就足够用了。说起那位神秘老者，究竟什么来头？我也看不出他深浅。这小子能否修得雷神体，全凭他自己造化。至于你这个小家伙，嘿嘿，我跟你族里的那几个老妖怪有缘分，有场买卖，有场造化送你。那我算是沾了点光，让我也学会了雷神体，应该能在这次雷劫中帮到你。待会儿渡劫之时，老实一边看着，本小姐可用不上你帮忙。第一次，全力以赴，不敌神雷，羽毛尽毁，狼狈败退。第二次，拼尽所有，以命相搏，功亏一篑。我不能再失败了。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度过这黑神雷劫。这次雷劫，我一定要胜！这次的黑神雷劫，比黑灵渊那次还要可怕。不是气息，就让人窒息。坚持住！要成功了！是那枚灵羽。还在纠缠不休，那就彻底打散了你！
渡劫失败呢？与人类的血脉链接就是你的拖累，血脉不纯只会让你在这劫难中走向毁灭。人类贪婪、自私、自以为是，你见过的还少吗？他不是这样的。别傻了，他也只不过是卑微的人类。之前他有利用价值，之后呢？我的事轮不到你管。九幽啊，你与人类的血脉链接真的能帮你渡劫成功吗？还是拖累？切断和他的血脉相连，不然渡不了劫。不行，他是我的朋友。朋友？他想守护的只不过是他的心上人，而你不过是他随时可以抛弃的工具。就像现在，他也只能傻傻看着你险些灰飞烟灭。若不是血脉链接，你刚才就已经成功了。难道你想渡劫再次失败？来，亲自掐断这丝羁绊，唯有独行，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这是血脉链接的力量正在变得微弱。九幽一族怎么能和卑劣的人类做事？机场都是卑劣人类，因为会失误，血脉不纯，你是一族真实，你能与人类缔结了血脉链接。扯断链接，你父亲要是知道了这件事，你认为他会放过沐尘吗？你在期待什么？期待他来救你？黑神雷劫他敢闯吗？没人会来。不要！废物！那就让我帮你扯断这份羁绊。谁说没人敢闯？谁说我不会来？九幽，我了解你心里的恐惧，沐尘也知道你所忍受的不安。他是人类，他在骗你，他在骗你！血脉相连的那一刻起，我们便是同生共死的伙伴。不对，九幽，只有我才能理解你的迷茫。你的恐惧，你的不安。如果你还是迷茫、恐惧、不安，就让我替你轰碎他吧。你会后悔的，卑劣的人类，永远不可信！闭嘴！不可信的是你。你的伤啊，没事吧？没事吧？你干嘛非硬闯这劫？你若倒下，我岂能安然无恙？怕被你连累罢了。你小子被我救了那么多次，总算有点用处。我也可以安心离开一段时间了。去哪儿？我要在沉睡中净化肉身。等我再次醒来，便是九幽明确，真正的神兽。
要多久？你不用担心我，先顾好你自己吧。肉身的蜕变需要时间，不能急功近利。这是不死火，你若真心为我好，就好好活着，可别因为体内的煞气又找死胡来。放心吧。难道是刚才的黑神雷？前辈，是您。多谢您当初的指点。那小家伙呢？渡劫成功睡着了。沐尘，灌顶的事宜已经准备好了，天亮就可以开始。哎呀，幸好有你陪着九幽这丫头。九幽？九幽嘛，是和这小子血脉相连、同生共死的丫头。这片灵雨也替老夫见证了你俩的情谊。黑雷品质不错，不错。前辈，是故意的。天亮灌顶的时候，记得带着小女朋友。前辈，你别走。看得见。洛离，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血脉相连，同生共死，还有见证情谊的定情信物的姑娘，是吧？从来都没听你讲过。不是什么姑娘，是只鸟啊，不对，是神兽。我现在就给你讲。所以，他现在又沉睡了。他曾多次救我于危难，我也曾答应他，帮他渡劫。洛离，好啦，原谅你了。你没怪我不告诉你，我相信你。九幽与你同生共命，你承载的责任不小，为自己，也为所有信赖你的人，活得更好。我明白，谢谢你，洛离。多谢店主。太仓院长，那我呢？是由您。你自然是北冥龙坤大人亲自为你灌顶。你果然就是北冥龙坤大人。你小子不错，把雷神体修炼的挺好，有资格到这雷海。这就是雷域顶层。整个雷域都是我创造的，数百年来，我四处收集黑神雷，放到这里，像是养宠物一样，看着它们成长进化。嘿嘿，厉害吧？厉害吧？可惜养出来个白眼狼。这雷海有了低微的灵智，变成雷灵。我辛辛苦苦喂养它，它却不许我靠近。老夫一靠近，它就劈我。你不会像他一样还复一把？龙坤大人有话直说吧。整片雷海就是这雷灵的身体，而它的核心则是潜藏在雷海深处的一颗雷神丹。有了它，便可助我突破到地至尊。你想让我帮你取？孺子可教。不去。你拒绝的可真直接。前辈这么强，怎么不自己取啊？我那么强，我一用力，这雷域连带着雷神丹就都毁了。哎，强者的痛苦你不懂。不懂，所以不去。你别急啊，咱俩做笔买卖。你可是刚中了黑神雷的毒，只有我能解。这算威逼？只要你答应，我就亲自给你灵光灌顶。这算利诱？讲良心啊，我有没有教你雷神体，还送灵玉给九幽？你那是买卖，灵雨是为了收集黑神雷，
教我雷神体是为了让我替你取雷神丹。那我总还提醒你带洛神剑了吧？这我可没当买卖。洛离之事，谢过前辈。我愿为前辈去取雷神丹。好，果然没看错你小子。我先把你解住啊。你小子，到底不要命吃了多少黑神雷？这股气息，这小子体内居然拥有浮屠塔，他是浮屠古族的后裔。他冲出来了！小子，我把黑神雷封在你指头里了。日后与人交手，若是你偷偷催动，一直戳过去，就算是通天境的对手，恐怕都得瞬间重伤。这算因祸得福？算买一送一。狩猎战中，如果你有这般手段，那还需要和古天炎那小子拼成那样？这么厉害，以后就叫他黑神雷毒指吧。太鼎灵院马上就要到了，信和仁义解道，哼，我看他们就没憋什么好屁。这帮家伙趁着我院天榜主力不在，就以为有机可乘，跑来和我们交流比试。这是妄想踩着北仓给自己镀金。但若我们失利，不但传出去难听，武大院的实力都会遭到质疑。通知天榜弟子，全力应战。既然要交流，那就好好交流一番。小子，你听好了，机会可只有一次。你要是怕了，前辈怕了，老夫怕什么？怕我浪费了你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倒是不怕。就怕前辈后悔。你小子，你小子，我信得过。老夫牵扯住雷灵后，你就去找雷神丹。但切记，即便你有雷神体，也只能坚持半个时辰。再多待一会儿，你就会被雷黑炼化。我会尽力的。好，你自己多加小心。老夫可不想给死人灌顶。小子，今儿个算是老夫破天荒让你开开眼，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观赏的景象。这才是前辈真正的力量，果然强悍。你个小白眼狼，看老夫收拾你个服服帖帖！仅仅是战斗的余波，就有如此威势。不能掉以轻心。来了。吃饱了撑的。哎呀，不愧是五大院之一的北仓灵院，果然气派非凡呢。不过，院长大人，似乎少了几张熟悉的面孔啊！如果你是指沈苍生与李玄通，他二人接下了猎杀魔龙子的任务，不在院。原来如此，看来我等到来的不是时候了。
不过，想来对院天榜上其余学员，也足够让我们见识一下武大院的真正底蕴了。刘征，那便以此为类，开始吧。听闻北苍灵院的天榜学员个个实力非常，今日就让我来见识一下，看看是否名副其实。好啊！天榜第7，徐晃领教。第7，行吧，那就你先了，可别输得太快。这要开小仗，体中的轻视。怎么说？还怪我潇洒！破！天神枪，替我葬送！太残忍了！哎，我想起来了，他收学士因抢夺令牌、残杀同门而被除名的家伙。哎呀，刘征啊，比试而已，下手也要注意分寸嘛。闪开！哎，曹院长，你看这……哎呀，刘征他性子就这样，你也知道。不过话说回来呀，当年你们北苍也太不珍惜人才了。他这般心性，与北苍理念格格不入，倒是跟太顶挺般配。差一点，咱们就是一个学院的，可惜你们北苍有眼无珠，还有没有敢上来的？他是谁，我都要教训他！这么嚣张！我去吧。天榜第4，苏轩。希望你能比那个第7的废物多坚持一会儿。再这样下去，一旦找不到雷神丹，此生恐怕也要被这雷海炼化了。按照北明前辈的说法，这雷海中的所有能量应当本出同源。以雷电入体，或许可寻其脉动，窥得雷神丹所在。时间所剩不多了，不如放手一搏。小子，你想干嘛？别乱来！其他之法进入地之端境。这次机会，前辈等了数百年，既然答应了，就绝不会辜负前辈的信任与期待。好小子，你有种！本情老夫记下了。一点了，拼了！
一股就差一点儿。沐尘，你答应我的，不会离开。我不会离开，我不会离开。臭小子，我的老夫连命都不要，老夫怎么会看着你就这样死掉？这么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东西，没想到居然还能有机会亲手拿到它。恭喜前辈得偿所愿，我也总算是没有辜负前辈您的信任。少来这些酸话。不过你小子确实有点意思，能让老夫念上你几分好。而且你这次也真算是踩了狗屎运。你知道这雷神莲是什么？它是上古雷灵陨落后孕育的奇物，世间极为罕见。传说它能沟通天地灵气，助人突破瓶颈，更是雷属性修炼者的至宝。雷神莲竟有这样的来历？小子，接下来老夫要以雷神莲为辅，助你进行灵光灌顶。这过程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可得做好准备。麻烦前辈了。天榜第4，也不过如此嘛。你们还真是养尊处优惯了。雷电之徒，交流比赛居然下如此重手！慧院的学员真是顽强不屈呀，值得敬佩。不过，既然还未认输，那长老出手，是不是就有些过界了？姐姐，我替你报仇！不要，老去，可惜。堂堂5大院之一的北苍灵院，有没有一个能让我打一场痛快的？我看这所谓的天宝，也没什么存在的必要了。而长。洛离，第10的洛离，洛离，帮我姐姐报仇！第10，还真是看不起我。第4个坏了，第10。北苍灵院还是早点把5大院的名头让出来吧。我玩腻了，把我开除，开除我！你们也配？整个北苍灵院已经积重难返，是时候让我来做个大扫除，这些垃圾我都对清了。去死吧！死吧！手脚！不自量力！不强！
神线，天神斩将，一剑化落神。陆正，快躲！那是。太鼎灵院可还有这人没出手呢。我可没说过，柳征便是咱们太鼎灵院最强的学员，而且你们有洛神族的人，我们也有一位特殊的学员。洛离，你果然在这里。小子，这可是老夫的独门灌顶法——三花聚顶。这雷霆之力果然霸道。霸道才好！你小子若能顶得住，开出一朵花，就算是了不得了。咦，这风中怎么掺了一丝血气？一开始收到消息，我还不信。堂堂洛神族启程人，怎么可能会在区区北苍灵院？还真是惊喜啊！洛皇，洛离。忘了自我介绍，血神族血氏，跟你一样是王族。血神族的人什么时候跑到太鼎灵院了？你们既能容得下洛神族的皇女，我们自然也能吸引血神族的天才。提升名气嘛，总要招揽一些强者的。血神族王族有个叫血氏的吗？没听过，想必没什么名气。我的名气不就靠你吗？杀了你，可是大功一件呢。就凭你，小洛华，我可是已经接受过一次传承，看你的境界，应该还没有。那又怎样？怎样？当年西天界四神族中最强的一个，在洛天神的带领下，真是越来越强盛了呀！你爷爷的身体状况还能支撑多久？2年、3年？别以为无数火域真能护你周全，知道远水救不了近火。天神死了，本族中就没有上位替至尊境作战。我们血神族一定把你们洛神族屠戮殆尽。哎呀，让我猜猜，你为什么躲在这儿？你是在逃避吧？逃避家族的责任。被我说中了吧？
想一剑干掉我，像干掉柳城那个废物一样，那就试试看吧。这小子倒真是厉害。你终于解封了这枚灵珠，你是白龙至尊。闭目凝视，细细体会。看到如此惨状，竟然还能守住心性，无怪大须弥魔珠在你体内，而你竟未被其凶煞之气魔化。前辈以幻境世剑，可是考验晚辈道心。你方才所见，乃是我的故土被域外邪族毁灭的景象。域外邪族，那些游荡在混沌之中的饕餮之物，专是灵气充盈的下位面，见之则天地倾覆，遇之则万灵成灰。前辈莫非来自？你我有缘，灵珠季节，邪煞不侵。更难得的是你心怀仁义，与我志气相同。今日便赠你一场机缘，望你持此心性，不负天意。灵珠之力浩瀚如海，能取几瓢，全凭你自身造化。怎么了？你在犹豫什么？瓦洛水，血潮世界。这就是古老传承的力量吗？谢氏可不是普通的谢神族，这场战斗，怕是还会有更多的惊喜。洛离，来玩躲猫猫啊！哦呦，竟然开出第二朵！你小子要不要这么猛啊？前辈，您这是？无妨，我不过是一缕残念，灵力于我早已无用。晚辈若再吸收此间灵气，恐会伤及前辈残魂。况且修炼一途，过多借助外力，终究有违本心。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就能抵挡实力暴涨带来的诱惑，倒是难得。我便赠予你一枚身法，祝你在修行路上多一份自保之力。谢前辈，前辈大恩，晚辈不敢忘。难得遇见一个对眼的人，将这些留给你，也是能够了却一件心愿。你心性坚韧，又不是赤子之心，倒是让我想起一位强者。强者？你听说过五祖吗？五祖灵动，位面重剑，宇宙大千，弹指一挥，负手成针。五祖灵动曾傲然于下位面，之后更是闯入大千世界，创立了无尽。在当年，凭借着下位面贫瘠资源而屹立大千世界，让人敬佩。前辈是否还有什么遗憾？只是突然想起了他。您若有需要，尽管开口，晚辈定当尽力。若他日你能如五祖那般登临绝顶，望你能踏足无相，驱尽邪祟，复我故土。无妨。此事非你之责，不必勉强。如今我与那五祖之间，确有天剑之隔，但我深信，终有一日，我一定会追上五祖的脚步，甚至超越他。你，在那一日，我定会前往前辈所在的位面，斩尽邪祟。好，好。若你能办到，到时我再送你一场天大造化。他会指引你找到我故土所在之地，待你兑现诺言，自会知晓那场大造化是什么。前辈，你真希望能够见到那一天呢。你就这么丢下，变成这个曲线，哎，为什么不救我们？为什么放下我们？陆神族的血特别对我的胃口啊！你不配做落王，你配做落王？落王，不过如此。心软又无力，连自己的剑都 hold 不住，还想保护族人，就这也配成为洛神族的皇？简直是洛神族的笑柄！居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洛离的实力分明在他之上。
他好歹也是我们西天四神族的名人，实力不济，也是因为你们这误人子弟的学院太垃圾了，教出来一群废物。看来北苍灵院这次真的是后继无人了。哎呦，堂堂北苍灵院竟然连挽回颜面的勇气都没有，真是让我失望啊！这臭小子，你还没完呢！哎，喂，你家洛离可是在外面被欺负惨了呀！你难不成还想开出第三朵？我靠，你来真的呀！好，你小子倒是三花聚顶了，老夫这边也很上头啊！你再不结束，那边就结束了。哎呀，耻辱啊！堂堂北苍灵院，被我羞辱至此，竟然无动于衷。怎么，没人敢上来试试吗？还是说，你们北苍灵院这所谓的天才，全都不过是一群缩头乌龟？唉，我还以为北苍灵院会藏着什么底牌，嘿，这般实力，让我很是失望。别以为无尽火域真能护你们周全，等洛天神死了，我们血神族一定把你们洛神族屠戮殆尽。若他日你能如五祖那般，望你能踏足无相，趋尽邪祟，父母故土。你小子倒是三花聚顶了，老夫这边也很上头啊！看来北苍灵院这次真的是后继无人了。和李玄通赶回来了。北冥大人的灌顶，看来是毫无保留啊！是沐尘，他回来了！哎呀，快给我下去！你想摔死我？这就是你们藏着的底牌，一脸蠢相。这家伙什么情况？沐尘，看这里！沐尘，你听我说，这次的学院交流，你闪开！不是交流，是他们挑衅。太顶的人来砸场子，之前是那个柳征，现在是这个。哎呀，不要吵！他刚灌顶结束，还不了解情况，能不能说话讲重点？重点是，他被打伤了。小伤，不碍事。怎么，相好的挨了揍，心疼了？你不该伤他。原来你是想死！通天境中期。太仓，这次你们再输就没什么话说了吧？血属性分身。血影杀阵。数量再多，也只是几缕幻象。炎魔异火。
的家伙！你可要多坚持一会儿，我要慢慢的折磨你。血河通天！逃得掉吗？用不了多久，你的灵力就会被血气侵蚀殆尽。让我好好欣赏一下你痛苦的表情吧。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呢？那是新的四神新秀镜。几日不见，竟又是突飞猛进。这家伙真的只是化天境后期吗？他只不过是化天境，怎么可能？切，说了你们也不懂，雾尘月境对敌可不是你们能想象的。他可是没进化天境，就和魔龙子打得有来有回，是吧，苏仙学姐？魔龙子，逃不掉的。出来吧，别演了。好久没打得这么畅快了。没奖励，就让你们这些井底之蛙见识一下西天界四神族的体验。血神境，那是什么？血神族的独特修炼方式，能以血液凝聚甲胄，大幅度提升战斗力。躲掉了，往哪儿跑？雾尘的速度竟然比血神甲更快，这身法恐怕消耗不小。怎么，只能抱头鼠窜了？因为灵光灌顶而暴涨的力量熟悉的差不多了，接下来。
中外合，瞬间形成大量伤害。我的血神甲能不断修复，反倒是你，在被血毒侵染，被怎么加速消耗？小皮长，凭什么和我斗？内部的种子已经埋下，接下来消除血气对灵力的压制。黔驴技穷了，你以为这玩意儿对我还有用吗？以你的境界，多少灵力都供你挥霍，这就是我们的本质差距。血神甲，血神破灵印，要用身体的所有灵力，给我死来！现在，胜负在这一拳！境外书记，他输了。你输了。啊！打得好！我怎么会输？敢把背对着我，是看不起我吗？浑身都是破绽，我要宰了你！先犯规，怪不得我，这不正故意引我出手？住手！贝院长，你要是出手，可是坏了规矩。哎！让开！他可是血神族王族，你给我拿命来！魏院长，学生之间的比试，你出手，是不是就有些过界了？太仓院长，这牧神下手如此狠毒，是否有失大院风范？比试本已分胜负，可是这血誓却不顾规矩出手偷袭。若真要论，太顶灵院管教不严，怪不得别人。好一个滋味！这次交流会，你们北仓灵院倒是好手段。魏院长若是不服，不妨在灵院大赛上再来讨教。我北仓灵院随时恭候。打伤了血誓，血神族绝不会坐视不理。灵院大赛上，走着瞧。洛离，他果然从不让人失望。不愧是天榜第3嘛，真解气！看他们太顶灵院还敢不敢嚣张？哼！他毕竟是血神王族，你不该那么冲动。谁让他伤了你？还是揍得轻了。年龄不大，手段倒是了得。你那丝雷毒，怕是得折磨他许久了。被发现了，不过手段不狠，那就得被别人吃了。院长，
对于这种敢挑衅我们北苍灵院威严的家伙，那就得打死打残。院长，沐尘，你这次做得不错，不必担心费青松说的。无论出了什么事，都有学院给你顶着。接下来的灵院大赛，才是你施展的舞台。你的对手不会仅仅是血尸，还有更多强者在等着你，比如姬玄。姬玄，我们终于要碰面了。好戏刚开始。活龙石，这次你跑不掉。你就这么逃了，丢下你的族人？为什么不杀我们？洛离，老黄，你给我如此！要是能停留在这一刻该多好。洛离，血尸已经知道我在这里，消息要是传开，为了我的安全，爷爷肯定会带我回去。之后便一直变强，提升至至尊境，然后担起守护亿万洛神族子民之责。这就是我的宿命。我也有我的宿命。你的宿命？保护你，变得更强。你端起洛神族，我就挡在你身前，连同你的重量一起背。好傻。傻吗？那你喜欢傻的，岂不是更傻？胡闹！灵力提升需要循序渐进，切不可拔苗助长。道理我懂，但时间不等人。因为洛离，灵力提升虽然没太多捷径，但是从天赋方面，可以尝试做些提升。天赋？你对灵阵的掌控虽初步触及心眼，却在关键时刻力有未逮。确实如此，心眼时灵时不灵，终究未能完美施展。灵阵师不同于灵力修行，所谓心眼，不仅在于瞬时布局阵法，更是心境的突破。如何才能突破心眼瓶颈？灵犀长老是北苍灵院灵阵造诣最深之人，此玉牌可助你见他。不过我可提醒你，灵犀性情冷漠，会不会指引你，一切随缘。沐尘哥哥，真的是你！沐尘哥哥，你怎么来这里啦？我找灵犀长老。隼儿，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在这儿学习灵阵啊。你要找灵犀姐姐，这好像灵犀姐姐，院长让我向灵犀长老请教灵阵之道。有院长的玉牌，总该没问题吧？没事，灵犀姐姐对我好，有我说情，没问题。不教人啊？笋儿不是人吗？不教男人。是院长让我来的，这是玉牌。我不是北苍灵院的，在此为学院构建灵阵罢了，不必拿他的名头来压我。院长的面子都不给啊！灵犀姐姐，沐尘哥哥很厉害的，比我天赋好多了。天赋好就要教。姐姐，沐尘哥哥对我特别好，你要是不教他，我就不给你干活了。那就把你关进灵阵屋。灵犀姐姐，她还在等着呢。姐姐，求你了。罢了，就知道灵犀姐姐疼我。想学什么？我想学习如何掌控心眼状态。那就先试试吧。就是吐血液能够瞬间布下3到4级灵阵。3道灵阵，每一道灵阵都有阵心，破阵心方能破阵。灵犀姐姐，你不厚道！请前辈赐教。在你没被击倒之前，找出这3道灵阵的阵心，然后破阵而出。记住，不许用灵力蛮横破阵，只能破阵心。前辈，你这是要？机会已经给了，3招之内破阵，否则离开。灵犀姐姐，沐尘哥哥，3个4级灵阵，若是这些攻击阵图，或许可以轻松些。不许攻击阵心之外的阵图，靠天赋来。好强的威力！那应该就是阵心了。得先解决这2个灵阵。沐尘哥哥，其实姐姐，沐尘哥哥加油，你可以的！结束了，还差第3个阵眼。怎么回事？不是刚才已经？沐尘哥哥，原来如此，差点上当。嘿！沐尘哥哥，你真的好厉害！虽然你说3个阵法，但其实只有1个，那2个都是主阵衍生出来的，而主阵的阵心
刚刚恰好就在前辈你面前。我刚才想提醒你的，没想到你竟然看穿了。好3招，勉强过关。明天继续，法阵增加1倍。多谢指教。林师姐姐，牧尘哥哥很厉害吧？有些意思。开始了。局已不好。为了灵院大赛，为了一个未来。未来，不光是我，洛神族、血神族、北苍灵院，包括圣灵院，都在赌一个未来。龙魔宫的未来是灭北苍灵院。有人急于一时，有人徐徐图之。破釜沉舟太过悲壮，釜底抽薪方为良策。弱肉强食罢了。的确是弱肉强食。此局魔龙子主动请缨，北苍的未来也快要入局了。夺了大须弥魔柱的那个也会来吗？我倒是盼他入局。牧尘哥哥很厉害，林溪姐姐刚开始上来就破6道4次连胜，这可是连通天境强者都头疼的任务。牧尘哥哥伤得好重啊，但他还是咬着牙破掉了6道灵阵。牧尘哥哥好棒！太慢了。牧尘哥哥不只拥有天赋，还有毅力。林溪姐姐虽然嘴上说他慢，但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很满意。今天，林溪姐姐居然让牧尘哥哥挑战20道灵阵，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有人做到啊？坚持不了就放弃吧。林溪姐姐，牧尘哥哥已经很努力了。努力？可惜这个世界只看结果。13天，挑战30道。不过，好像已经难不倒牧尘哥哥了。数量已经不是问题了。牧尘哥哥，你太厉害了，30道灵阵都破掉了。孙儿，能随手布置30道4级灵阵的人，一定是个修行了几百年的老妖怪吧？灵溪姐姐才不是老妖怪，她很年轻的，而且漂亮的很呢。很年轻？就她的声音，明明一副冷得不近人情的模样，倒像个老长辈。牧尘哥哥，你等着看吧。你已经触摸到了心眼状态，只是迟迟无法真正开启。敢问前辈，接下来要如何做？唯有经历生死关头，方能明白。平常的训练虽然危险，但还达不到那种程度。灵犀者，老。跟我来吧。漂亮不？
诉洛离姐姐。哎，沐尘哥哥，这就是灵真屋啦。据说是灵犀姐姐当年亲手布置的，里面的灵阵威力接近神器，每一个进入的人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好强的压迫感。其实灵犀姐姐自己也没进去过几次呢。进去之后，生死自负。灵犀长老，开门吧。西长老，好诡异的阵法，遭到攻击后，反击之势就愈发凌厉。不行，根本无法锁定。耗干灵力，也无法开启心眼。既如此，不如放手一搏。蛮横破阵，反击的力量只会更强。果然，灵犀长老，你说过吧？领悟心眼之法，唯在生死玄关。
是故意的。灵犀姐姐，要是沐尘哥哥撑不住，你会救他的吧？自己选的路，就要自己承担后果。若一味莽撞，纵然丧命，亦是咎由自取。灵犀姐姐明明很善良的，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好吓人！或许曾经的我是那样吧，所以现在的我才排斥那种感觉，冷漠一些，无情一些，似乎才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来呀！压不碎我的，将变成我的灯神长剑！会是这层最强的灵阵，连血液都要燃烧了。灵犀姐姐，开什么玩笑！我从北灵境一路修炼至此，怎么可能会被一个灵阵终结？黑塔，他身上怎么会有？灵犀姐姐，你怎么了？好熟悉，好熟悉。还没完，只差一点。真实不虚，究竟涅槃。看到了，好灵之剑的生之不息。灵犀前辈，为了心妍，不要命吗？前辈，我没事。不要勉强，如果觉得不适，就立刻告诉我。灵犀姐姐果然还是关心沐尘哥哥的。跟我走。啊，谢谢前辈，真的没事。沐尘哥哥，我来扶你吧。别跟来，我来照顾他。灵犀长老，不是，孙儿。这不对劲，灵犀姐姐不对劲。哼！你的灵力消耗很大，这茶可以缓解你的灵力枯竭，喝下去。谢谢前辈。您是不是有什么话想问我？那黑塔，你从哪得到的？黑塔，他为什么对这个如此关切？只是一件防御灵器罢了，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灵犀，前辈，要不要去告诉洛离姐姐呀？我也很想你，当然想你啊，朝思暮想。谁在外面？笋儿，没想到你已经进入至尊境了。我的体质特殊，你又不是不知道。对了，父亲让我和弟弟来看，好转，
不过洛神族，也没那么糟了。有我呢，你别怕。谢谢你，潇潇。你可是我最好的闺蜜，跟我不用客气啦。这种联络如此珍贵，你便这么轻易用了？这本是我出行前娘给我用作紧急求援的。但以我现在的实力，用得着求援，还不如和你说说话呢。再说了，真要遇到危险，还有老头呢。你呀，不要因为炎帝前辈宠你，就由着性子胡来。以后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写信给我吧。你们无尽火域虽然奇珍异宝无数，但是……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下不为例。前辈，你力气也太大了。过来。娘，她是你娘？我虽从未见过她，但我知道那是她，不会认错。前辈，你认识她？你有她的消息吗？前辈，我的记忆只有近5年的，在之前的事全都不记得了。但我知道，她对我来说极其重要。你是与他有什么关系吗？或许吧，但现在的我无法回答。只是每次看到他，就觉得亲切。你说的黑塔叫大浮屠诀，爹说是娘留给我的。大浮屠诀？前辈，你不要反抗。我似乎曾经也修炼过大浮屠诀，和你的灵力交融，让我感到欣喜。前辈的灵力，有种很熟悉的感觉。不过，这座黑塔尽量少暴露。虽然我记忆损失许多，但是我能够感觉到，这其中牵扯到一些很危险的东西。如果你被发现的话，或许会带来很大的麻烦。谢谢你，灵犀长老。叫我灵犀姐吧。灵犀姐。灵犀姐。2条大鱼被一路钓到了这儿了呀！腾龙，悬赏榜第5，赤鱼，悬赏榜第7。魔龙怎么用全力？大萧好，你做困兽斗，我创造机会，迅速突围。你先退，我留住他们。哟，还有闲暇制定策略，给你们的压力还是太小了。笑话！李玄通，他算得上是压力了。悬赏榜上买1送2的好事，沈苍生，这场出来挺不划算。好，我就喜欢嘴硬的废物。
中火力，解决一个。使徒，孤独，你们追我这么久，你该换我玩游戏了吧？好吧，捉鱼游戏现在开始。学长，这2条大鱼欺负我的小赤鱼，我趁机把它们杀了，怎么还放呢？大鱼，鱼饵罢了，更多大鱼还没上钩呢。